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6月15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1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399.49，收盘价是406.43，在盘中最高价是在406.68，最低价是在386.76。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20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当日的成交量是6365.23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量增。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是上穿了慢线，双线是上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MACD 快线的方向是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空头趋势开始减弱。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6月1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实体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下跌后的反弹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开盘之后我们会看到股价即在开盘价附近是震荡前行。那么在午盘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股价是出现了下行，下方呢是在386附近得到了支撑，然后呢股价被迅速拉抬到开盘价的上方，并且呢一直在开盘价的上方呢是震荡前行，最后呢尾盘的时候股价是又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上涨，最终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顶部的附近。那因此我们会看到股价其实在盘中一直是在相对高的位置，也就是在开盘价的上方进行震荡，也就是在午盘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回踩。好，那因此呢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是含有长长下影线的，说明是有止跌的迹象。那么通常出现这样的 K 线呢，收盘价站上前高，成交量增，那么这些指标呢都预示着股价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而继续上行呢，上方的压力呢是在20日均线值，还有一个我们之前提到过的6月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418，那么这个位置是股价上行即将要突破的位置。那如果这个位置不能突破呢，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会出现回档的走势。好，那么我们再补充说明，新生成的这根 K 线所有的技术指标呢都是将股价指向上，也就是有利于股价继续的反弹。但是这根 K 线呢我们通常也会把它称作叫吊人线。吊人线的特征是什么呢？含有长长的下影线，那下影线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那上方是没有上影线的。所谓吊人线呢，这是一根反转向下的信号 K 线，尤其在抱有大的成交量的时候呢，那通常意味着股价将会有强烈的反转向下的这样的一个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说呢，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低开低走，或者日后股价收盘价跌破了5日均线值，甚至是跌破这根吊人线的最低，也就是386，那么股价呢将会进入到深度的回档，我们认为将很有可能会去测试364。好，那这是我们对单一 K 线线型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好，那么我们从目前的指标来看，股价也就是说回档之后，现在是反弹的行进中，收盘价站上前高，成交量增。那么从这些信息看，在
6月15日股价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好，那么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6月1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两个可能，一个是股价将会出现补量上攻，我们给了两个收盘价的点位，一个是在413这个位置，另外一个呢是在421。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预测股价将会出现一个横盘的走势，收盘价会在398附近，而实际在6月12日股价的收盘价是在406.43，股价是出现了上行，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为一个补量上攻。但是呢，我们预测的收盘价和实际发生的收盘价呢，是相差的差距是比较大的，但是走势基本相同，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性质相同，也就是收盘价站上前高，并且呢仍然停留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好，那么股价目前是出现了上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那对于6月1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445。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20日均线值和418这两个位置，将是股价上行的强压力，也就是这个位置被突破，股价才有可能会去测试第一个目标。而20日均线值呢，在5月15日我们测算是在416附近。好，这是第一个目标。那么第一个目标如果被站上呢，将会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那么第二个目标就是453，而453如果能够被站上呢，将会继续自4月9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那么第三个目标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498。这是上行。我们再来看下行。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呢，我们也先不做调整，仍然把它放在364这个位置。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很明显380相对于目前的股价这是前低。那么股价如果回档，只有跌破这个位置才有可能会去测试下方的第一个目标。所以380将会成为日后股价回档的强支撑。那么364被跌破之后，那么这个多头趋势将会被瓦解。那么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337，然后第三个目标就是下方的325。好，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我们再来看观察位。那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呢，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高是在399。我们取的是400整数关口。那么在6月12日盘中，股价只是在午盘的时候有一个大幅的下行震荡，而实际在盘中其实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的。那因此呢，是股价是收在了高位。那么到了6月15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我们取404这个位置。好，那么404呢，我们取的是当日5日均线值的上限。也就是说，次日盘中股价如果能够在5日均线值上方运行，我们认为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排除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但是如果是在5日均线值下方运行呢，就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吊人线的因素。好，这是我们关注5日均线值的理由，是在404附近。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好，周 K 线图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
在6月8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呢，是含有上下影线的实体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下跌后的反弹中。那么当周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增，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收盘价呢是重新站上了20日均线值，但是重新站上了20均值。那么上方呢是在5均值附近遇到了压力，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周K 线的中上部。那实际上我们也会看到在前一个交易周这根红 K 实体的中线410这个位置其实是一个比较强的压力，而在当周呢股价并没有站上这个强压力，而恰恰是遇到5均值之后呢是收在了相对低的位置。那么这根 K 线呢，我们由于它含有长长的下影线，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高开高走，能够继续在20均值甚至是5均值上方运行，那么在这个地方将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但是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反弹不能超过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418这个位置，那么股价呢将会有继续回档的走势。好，那么我们如果单从 K 线信息解读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将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这是我们从单一 K 线的解读。好，那么我们给出接下来一个交易周的预测。我们先来回顾之前我们对本周，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交易周的预测。如果股价收在高位呢，会收在421附近；如果是收在低位呢，是在368附近。周中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面这个交易周 K 线的最低，是389附近。而实际在6月8日当中呢，股价其实是基本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高位。那么到了6月15日当周，如果股价继续反弹，我们认为收盘价将会收在423附近，在这个位置。好，那如果是收在低位呢，那么我们认为将会收在357附近，在这个位置。好，那么周中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是在410附近。410呢，我们取的是在6月1日当周这根红 K 实体的中线，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股价能够在这个压力位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反弹的走势。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进入到深度的回档。好，这是我们关注410的理由。我们回到日 K 线图，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在6月12日收盘价406.43，站上前一日 K 线的最高，成交量增。那么在这个位置，对于多头来说，我们可以5%进场做多。那么对于这个仓位呢，我们要给出的止损位有2个，一个是守这根吊人线的最低，是386附近。如果想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可以守380。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多头获利目标呢，我们认为如果是一个强反弹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呢，我们认为在400
418附近，416到418附近，在这个位置是可以叫获利出场。那如果是想要等待股价继续回档上行做多呢，那么我们等待下一次加仓的机会即可。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418和416，这两个关键标志位。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380。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6月1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第一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和418，它们的范围是从416到418。第二个压力位，我们取425，也就是6月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因为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也是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的。然后呢，第三个压力位，我们取6月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433附近。然后第四个压力位呢，我们取441到445之间。当然第五个压力位是453。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406附近。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402到404之间。第三个支撑呢是387，是这根吊人线的最低。第四个支撑我们取380，第五个支撑呢是364。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6月1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6月15日我们给出的预测是分先后顺序的。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将会继续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402，上方最高会到达415，在这个位置，收盘价会收在411。那如果出现这样的继续上行或者反弹的条件，是当日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低于40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403，下方最低会到达388，收盘价会收在392附近。如果出现这样的回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403的，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6月1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